接下来我们要持续来关心到的是川普这一回输不起哦，因为这个关税违法，恐怕呢接下来美国政府要退回去的是5.5兆换算新台币，让川普是气炸了，所以他就怒抛了122条款，要再针对全球课征15%的关税。接下来美国的经济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尤其现在最新的民调显示，60%美国人对于川普的关税战是非常的不满意的。我们今天一起来做关心。好，赶快来看到，其实呢，这个关税违宪这样子的一个消息传出来，是在20号的时候，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他所宣布的这个川普的关税政策是违宪的。那主要就是他之前依照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是有问题的，所以接下来恐怕要退回去的金额超过了1750亿美元，换算新台币5.5兆元的一个税款哦。对于美国政府来说，负担恐怕是相当大。那其实呢，先前在这个最高法院提出这样子的一个违宪之前，就有许多的进口商针对川普的政策表示非常的不满。其中一家进口商是在伊利诺州主攻教育玩具市场的公司，叫做学习资源。它这一间公司呢，90%都是在做中国代工的，在去年缴纳的关税实在是太惊人了，1000万美元的关税哦。这家公司后来成为扳倒川普关税巨兽的一个关键推手。除了美国自己这一间玩具公司的这个成为推手之外，各国品牌也针对川普的关税提告，并且要求退关税。包括了哪一些知名厂商呢？像是日本的丰田子公司、美国好事多，还有这个轮胎大厂，还有美国铝业、日本川崎重工等等，这么多的公司对川普提告，所以最高法院这个判决一下来之后，川普也没有再让的，继续针对国际多国再继续的课征高关税。就在最高法院宣布的同一天，川普又在宣布对全球商品加征10%关税。紧接着隔一天哦，还是没有停下来，再祭出了1974年当时的贸易法第122条，授权直接对全球商品课征15%的高关税，重点还是立刻生效。好，所以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委员的这个最高法院的裁决，川普恐怕得退5.5兆美元关税，到底接下来谁吃亏？是企业、川普还是美国自己的经济？委员怎么看？从去年年初，我在这个节目或者其他场合，我一再讲，川普的关税叫王安石变法，一事无成。现在不但预测成真，更重要，我今天可以再宣告一次，川普的关税 game is over。那有很多人在这2天在讲说，哦，川普这个不行，还有别的工具，还有122啦，什么232啦，什么338啦。我跟各位讲，那种言论都是 bullshit， 都外行人讲的话。我来解释给大家听哈。今天这些人会出钱去打官司，美国打官司是很贵的哦，打到最高法院，因为它只2级，高等法院跟联邦巡回法院跟最高法2级就结束了，然后要花很多钱去打这个官司。今天赢了，就开始第2件事情来了，进口商要跟他要钱。我刚才讲过了，中国提供材料给他，或者各国提供进口商材料来告他，你要退我多少关税？第2个，现在是进入政治斗争了。什么政治斗争？那个刚才讲那个玩具厂商是伊利诺州的，伊利诺州的州长叫做叫普利兹克啊，普利兹克啊，普利兹克是谁？就是君悦集团的老板，凯悦饭店集团的老板他在美国很有名，就是我自己竞选，我不用募款的然后他是做得很好的一个州长，而且是民主党现在3大下一届总统候选人。那他现在丢出一个东西，提高声望，他一定咬着不放了。他说：“我伊利诺州的所有的消费者，总共为了你的关税付了多少钱？现在你要退我们伊利诺州每一个人1700块美金。你看你给不给？你给也没有选票，你不给也更没有选票。然后共和党每个人都挤得如热锅蚂蚁，所有民主党的州都会效法，你看着好了。只是他比较聪明，找了很多会计师先算好了，拿证据给你看，一个人1500块，你给不给？”一家4口是多少钱啊？是，对啊，所以川普这个已经掉入泥潭了。再来，他用所谓122条关税也会被告，因为这个关税第一个只能150天，你要国会延长，国会不肯跟你延长，谁敢？因为今年年底要选举，谁敢啊？那接下来他这个为什么？他因为这个条文有2个先决条件，第一个条件必须国际收支逆差。
问题是美国有贸易逆差，没有国际收支逆差，很多人搞不清楚你们区别。法律上写的国际收支逆差，他温系耶，有告他一定输。第二个，要美元严重贬值，很抱歉哦，美元现在还升值啊，从昨天还升值。好，还有美国的经济严重不稳定，我讲过啊，美国通货膨胀跟其他国比，你在讲什么话？3%通货膨胀，你在叫什么？再来，你说美国的那个什么失业率，你比中国还低，你在叫什么？比欧洲还低吧？你在叫什么？所以找不到一样总体经济数据说美国经济有困难。美国真的有困难，是社会问题有困难，政治有困难，经济反而没有什么太大了不起的困难，所以完全没有办法构成课征122条的先决条件。有去告川普又会输，那你要不要退权？所以共和党深陷泥淖。我跟你讲，不止今年会输，川普这样搞下去的话，2028共和党一定大败。这个本来民主党是没有力气的，没想到川普这样一搞，而且更重要的是，美国选民经过这一次的关税事件，的确已经证明说，原来负担税金的不是外国出口商，对，不是川普所讲的，都是美国人自己负担的。所以今天美国要出现一个很严重的生活困难，我刚才不是经济问题哦，生活困难是社会问题。因为美国的经济成长还有到达2%到3%，而主要的动力是多少？是70% 的消费者支出。消费者支出里面记住77标准，70% GDP 是消费，然后消费的70% 是什么？是服务支出，不是商品支出，什么医疗啦、打高尔夫球啦。这个川普总统打一场高尔夫球可以让1000个人买汉堡。这价钱差很多，所以它服务支出非常的庞大，而且更重要，这个所谓的消费支出里面，不管服务支出、商品支出，10%所得人消费的整个一半，而且集中在服务支出，所以剩下的那一半的人就挤在这里面，你看怎么办？90% 人挤在那个50% 的消费里面，所以当然很多人社会问题就出来了。所以美国整体经济是好的，但是美国社会严重、消费严重不均，那是谁搞的？就是你搞的啊。那你说这些人啊，再怎么始终共和党的，都会投票反对你嘛？所以我觉得你在克什么不公平贸易没了啊，还克那个什么国家安全税没了。不可能的啦，已经结束了啦。所以我说 game is over。好，所以现在川普在祭出各种招数，恐怕都没效了。那这样看起来的话，5.5兆元是退订了吗？那杨老师又怎么看接下来对于川普的影响？我是赞成蔡委员所讲的，川普的关税政策已经走到了死胡同，但是川普还会在胡同里面继续的缠斗，因为他是总统，他有3年。他根本不在乎后面的这个选举的输赢了，所以他还会继续缠斗。那有没有法律工具？其实他说他有啊。那有没有政策工具？那就更多了。那个政策工具甚至是一种威胁、胁迫的外交的这种政策工具。所以你看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国家敢跳出来说我要跟你重谈。有两个地方了哈，一个是欧盟，一个是印度，稍微要把这个案子放缓。欧盟说现在这个跟美国谈的这个协议哈，建议先不要处理。那印度呢，现在也在放缓，所以大家其实也都在观望。我觉得大概只有2方面哈，能够真正去在这个死胡同里面跟他缠斗的时候，让他真的能够去看到他是没有什么未来的，他的关税政策。一个是美国内部的反弹，另外一个是中国的做法。我们看到过去在2025年的时候，中国大陆的反制已经使得美国的川普的关税政策面临到就是基本上一枪毙命的那种稀土大斗，就他没有办法，所以他必须要休战。可是现在美国内部的反弹就是很清楚，一个是通膨造成民意的问题，第二个就是大家一直过程当中低估了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对于美国社会的影响。因为大家都认为美国人很多人念律师的，那个 law school 是很多人念，所以他对法律，尤其是最高法院最后的这个判决，尤其这个判决有2个人还是川普自己在第2任时候提名的大法官，他的判决就代表的是正义的最后防线，在美国的很多的这个观点里面，所以现在在国会里面，在民意里面，在媒体里面，基本上关税政策已经就像是个落水狗，也就是说他已经走了死胡同，大家都在打他。可是呢，他就用各种缠斗的方式。刚才讲到了1974年的122条款，蔡委员讲国际收支没有说什么不平衡，美国的国际收支刚好打平。为什么？
它是贸易逆差，可是它投资全世界对它的投资的金额刚好打平。哦，哎，你不要忘记还有个服务业，事实上服务业还赚的蛮多的。美国的 Apple 算是服务业的，鸿海算是那个辉达算是服务业哦，它不是像我们的台积电是制造业啊。所以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大家开始在要求退税，退税一定是搞了好几年，一定很拖。还是有它一些政策上的工具，它可能有301啊，但这个大概都不可能像是全球对等关税一样，它可能针对个别国家、个别的产业232，还是可以跟我们继续玩下去。然后呢，就要看现在他4月份去中国大陆的时候，中国大陆说啊，你那个单边的关税，你现在最高法院已经否决，你还可以对我这样子磕吗？那如果你还继续对我这样磕，那我就会有反制。是，我的反制就可能再一次的大斗，再一次的稀土，川普就会退。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他的这个关税政策就真的在死胡同里面，真的是玩个寂寞了。好，所以川普把自己闹入了这个死胡同里面。那对于接下来，我们等一下请舰长来看，期中选举的选情跟美国明年的经济，还有今年一整年的经济表现，又会有什么样的冲击？现在其实美国的最新民调是有60%的民众是对川普的关税政策感到非常的不满的，只有30%几的人稍微理解川普的关税政策。那日本的这个贸易机构也预估了，是说川普的关税政策伤害最大的其实是他自己美国本身的经济，2027预估 GDP 恐怕掉2.7%。共和党人其实现在也都非常的紧张哦，因为他们认为说已经要进入到期中选举的一个时刻了，川普还搞这一套。那还好，这个最高法院的判决反而是让共和党人可以因此松了一口气吗？接下来有关于经济跟共和党选情，舰长怎么看？有关于我们刚刚讲到的哦，这个是经济还是共和党选情的部分呢？我们就要这样讲啊，期中选举上面没有川普，上面只有共和党。那对于选民来讲，我不高兴，我对于川普不满意，可是没有川普啊。对，没有川普的情况之下，那共和党是谁，我就来报复谁，投民主党。这个就是一种很简单的一种投票的逻辑啊。那如果从这我们来看啊，这个《华盛顿邮报》最近2月12号他所做出来的这一个民调来看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总统的支持率其实降到39%。那其实这个也跟他就任以来也已经是第2次39%，已经是很低的部分啊。那然后对他的支持率60%，但是这60%，我们大家特别注意一下。有47%是强烈反对的，那也就是说，在这个里面讨厌他的人，对于他的施政有意见的人这么多，那他到底施政哪里出了问题啊？我们来看一看啊，对他不赞同的部分，那我们来看从下面来看啊，也就是对于通膨、对于这个关税以及对于国际关系，这也就是现在美国人出国，其实到各国去，不要说太远的地方，就算是到加拿大人都很唾弃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美国人其实感同身受，他们是知道的很清楚说，其实这都是川普惹的祸啊。那如果说我们继续的往下看啊，就是有关于行政命令的部分。我们看到川普一直在签行政命令，行政命令是什么？也就是法律规范之外的，他要用行政命令来规范。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来看到，有关于真正赞同他，我们讲到，也就是美国大多数人真正赞同他的人呢，其实只有33%。其实我们看到这65%都是反对他这样使用这一个，我们讲到说这种工具的啊。那其实大家都忘记了，川普当初他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上一节有特别讲到，有关于他对于地缘政治，第二个有关于供应链的部分。其实川普最意外的，也就是他其实想要再工业化，再工业化也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但是这件事情它是有非常长的递延效果的，这个递延效果还没有产生，就已经要选举了。所以其实我们这样看啊，这个今年11月的这个期中选举啊，川普应该是大败无疑啊。好，谢谢舰长。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内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这
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